接下来我们就想问问您啊，假如说作为父母这一边，他发现了孩子有可能已经受到了性侵犯了，那父母这边他第一时间，他刚发现这个事儿，他该怎么做？您有什么建议呢？我觉得如果你对性侵这一块不是很熟悉的话，找专业人士问。不过对孩子的时候呢，请你们用适当的反应。我们曾经在另外一个视频说到，就是有些人的想法呢，就是说他会定在那边，如果发生性侵这样的问题，父母亲也有一个特点啊，他们听到这些就是不好的事情发生在孩子的身上的时候呢，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呢，很多时候呢，就是以一个不相信孩子的一个态度来讲，是不是你想错了啊？可能是你还想你不懂，然后那你请你们相信你的孩子，孩子是你带大的，他们去到怎么样的程度，跟你怎么样的去讲话，你非常的清楚，不是外人知道的。所以请你相信你的孩子，给予你的孩子正式的一个适当的反应，这是很重要的啊。自己的孩子有什么道理不相信呢对不对啊？然后呢，这是第一件。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说如果你对这个方面不是有一点知识的话，去问专业人士，打电话什么 Parents Helpline Kids Helpline 很多 Helpline， 你们去问一下这个是不是一个做法性侵什么东西。然后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不要慌。有一些家长呢，这是我碰到的案件当中呢常常看到的一个反应，就是说你想错了，你误会了。我想说你怎么会有这样的反应呢？你如果察觉到你的孩子可能是性侵的一个对象，请你尊重跟相信那个孩子，因为他感到不舒服，这是你身为父母需要保护孩子的责任，这是你的责任，保护你的孩子是你的责任，而且这不是你的孩子的错。你要记住，当你的孩子跟你讲的时候，就是说他相信你。尤其是在澳洲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呢，孩子跟父母像朋友一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呢，孩子肯定是相信你，把你当成一个朋友，相信你，所以才会来告诉你这件事情。请你们以比较慎重的态度呢去对待这个孩子讲的事情。如果你认为说孩子这个真的不是什么，就是你有对性侵有相当的认识，然后那什么东西 OK， 你跟孩子讲说我不认为这个是事情，可是不要担心，我先去查，我问清楚了我再来回答你，我去找专业人士，我去找真的是在这方面有这样的知识的人去问，去讲清楚了我再回应你。就当孩子已经向你求助的时候，作为父母，一个是你有责任，再一个你要给孩子这种安全感，对，否则他最近的人他都不能去说，那他没人说了。其实王警官这里边还有一点是我刚才也突然想到的，就是很多父母他为什么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儿发生在自己的孩子身上，而且有一些父母可能不愿意去报警的原因，可能觉得这个关乎孩子的清白呀，或者是这很不好的事儿啊，不愿意承认这种事情。那您怎么看？他的清白什么东西不会全诸于世啊？很多人担心，就好像是不是都知道了？是啊，可是他不会全诸于世，对不对？他不会公诸于所有的社会啊，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呢，是保护在你的隐私权里面，保护在你的孩子的案件里面。而且呢，如果是孩子的话，估计应该是18岁以下，18岁的那些档案呢，是绝对不会呈现在任何的一个犯罪记录，更何况这个小朋友呢是一个受害者啊。所以比方说他的资料是绝对不会泄露出去的，不要想说他一定会怎么样的，对。而且呢，儿童法庭呢不是公开的，就很多法庭的文件呢实际上是公开的，你可以查，可是儿童法庭呢绝对是闭门的。这是为了保护孩子的那个隐私权。你想说这个孩子这么小，没有可能，他对整个事情完完全全没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哪里可能让他公诸于世？绝对不可能的。所以不用担心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找人去问。就是这个所有的这个案件记录啊，受害记录全部都是裁决，什么都是官任何人就不会知道的。除了就是当然父母啊，就是当事人啊，什么东西知道以外啊，律师啊，什么医生啊，可能知道。除了他们以外，其他的人是完完全全不能够拿到这个资料的。明白。所以这保密性还是安全性还是很高的。对，还有一个就是说，您说因为有一些孩子他已经不是很小了，他可能似懂非懂，包括父母呢，当他知道这个孩子受到性侵以后，您觉得
要不要帮助孩子去知道自己受到了伤害呢？就是要让孩子知道这个事儿。当然他要知道说，你可能不需要直接讲说你现在受到伤害了，可是你可以跟他讲说，你舒服吗？你如果不舒服的话，你要讲，即便你今天舒服，这个不是你认识的人，你应不应该这么做？你最基础的一个是非对错，你从小都在家，你会跟孩子讲说，我打个最简单的比方，你会跟孩子讲说 OK， 我们不应该去拿人家的东西，对不对？我们不应该偷钱，不该什么东西不应该撒谎，不该什么东西，怎么不可以对自己的身体有这样诚实的一个对待呢？他肯定是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不愿意，可是他因为小朋友受到这样的一个就是威胁性什么东西，我说你既然是在这样的一个威胁性上去做这样的一个举动，那这个东西已经是不舒服了，对不对？所以小朋友会直接跟你讲的，小朋友的反应是很直接的，很少的小朋友才会在这样的东西上面撒谎，他是一定是经历过长期被人家性侵，他才会有那种假的反应，我觉得。那像您说有的孩子啊，他可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一开始是不懂的，但是他可能受到这个性侵的严重性挺高的，但是有一天他成人以后啊，他懂了这些以后，这个后续的伤害我觉得也是挺严重的。是我们知道说，如果小朋友在小的时候被性侵呢，就是根据一些就是那种长期的那种数据，还有就是调查呢，就是18岁以下的小朋友如果受到性侵的伤害，他有4倍，是比成人多4倍的那个心理伤害呢，是在他成长之后的。那就包括就是对药物啊，对酒精的依赖啊，可能酗酒啊，可能依赖药物来生活啊，可能厌食暴食的一个举动啊，可能还会有自杀的倾向啊，还有自残的，对，还有自残啊。因为小朋友一定是认为说我自己一定是做错了，所以我才遭受到这样的一个做法，所以我就觉得说你们要让他们有一个很正确的一个价值观，就是也是把他的对是非观还有价值观把它建立起来。很多女人呢，为什么长期会在家暴底下，就是为了保护孩子哈？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是不是应该让孩子更加建立这样的一个自信心，然后呢跟人家说不，跟陌生人说不，然后呢跟哪怕是你的家人朋友也要说不，是亲生父亲你都要说不。而且呢，我为什么让大家有？因为大家就算是华人呢，我们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对不对？宗教信仰呢，有些宗教信仰呢会比其他的宗教信仰来的严格，连碰一下都不可以那种啊。所以变成说呢，稍微的就是平衡一下，你什么是法律界的性侵行为，儿童性侵虐待，什么是你文化种族，还有你自己的那个宗教信仰的一个观念是去到哪一个定位然后呢去做这样的一个认识，普及自己的认识。谢谢您。那我们想来了解一下，如果说对于儿童造成的性侵害，一旦这个定罪以后，也想了解一下在法律方面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定罪啊？对啊，性侵差不多都是一样，儿童呢会更高，更严重一些，也起码20-30年，这个逃不掉的。那你现在是对一个18岁以下的儿童去做出这样的一个行为。不过性侵还碰到一个比较就是儿童跟儿童之间的一个做法。在澳洲呢，我们有一个观念叫做 age of consent。age of consent 的意思就是说，我是达到一个年纪可以允许或者不允许这样的一个性行为。基本上在澳洲的定例里面呢，就新州16岁以下的小朋友呢，是没有这个思想可以说 yes 的，就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成熟度来对性行为有任何的愿意跟不愿意的说法。就他没有这个判断的能力，就是对，我们就是那个 age of consent。所以变成说，有时候你想说你的大概普及的年纪是10岁嘛，那你想说10岁他已经是有这样性侵的一个性观念了，可能他真的觉得舒服，他可能11-12岁就跟其他的人发生了性关系，那什么东西他想说这个不是性侵，在我们的法律定义里面呢，那还是性侵。
为什么呢？不是因为他不愿意，而是说他没有去到这样的一个成熟度，去来说愿意还是不愿意。明白。OK，所以变成说这个 age of consent 很重要。OK。我们通常呢就是16岁以下的小朋友呢，他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成熟度去了解这个性行为到底是他可以还是不可以做的，他可能很舒服都没有关系，可是他还是可以还是不可以做，所以我们对这个东西呢是很严谨的。那么去到16到18岁，他们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模糊期，因为他们是在就是探索自己的身体啊什么东西的观念里面，所以小朋友呢可能会想要去尝试，尤其是在西方国家呢，尤其像澳洲这样的一个国家呢，我们对性的观念比较开放一点不像我们华人社区那是比较严谨一点所以对性的观念比较开放一下。所以变成说在这样的一个观念当中呢，什么所谓是性侵还有不是性侵呢，大家都要很清楚的了解。所以我希望就是说家长在注意这些东西的时候，也要深入的去了解一下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呢很影响这个小朋友。我都说好了，我们很多华人家长呢，如果不是在这儿出生，不是在这儿长大的话，对这样的一个观念呢可能不是很清楚。尤其像我是从别的地方来到澳洲这样的一个国家，我会带着我自己的思想来到这个国家，认为这是对还是错，对不对？可是你还是要用这个法律的就是平台去看这个事情。还想有一个问题问问您如果说发现了比如身边有未成年人被性侵，知情不报甚至是包庇的话，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法律后果？知情不报是得在某一些人的身上。警察如果知道这件事情不做事情的话，肯定是有罪的医生可以可是律师呢有那个就是我们叫做 client confidentiality， 就是跟那个客户的私密性，对。所以别人说是某一些行业某一些行业的人群是必须要举报这个事情的，有一些行业是不需要的。可是最重要，不管你是觉得报还是不报，我觉得还是一点，那个人会跟你讲到这件事情，这个小朋友会来跟你讲到事情，你是他信任的一个大人，请你以他最好的利益来解决这件事情，请你去找所有的资料，去问所有专业人士，他应该要怎么去做这件事情，以他最好的利益来做这件事情。那您说假如说邻居或者是身边的人知道其实有这样的一件事存在，他有没有义务去指证呢？或者是他可以去指证，他可以说，他可以家暴都是这样子出来的。然后你可以打18003333000，你就算不想要去就是打这个匿名电话，你愿意讲的话，那你就直接导1131444，或者直接来到警察局。没有问题。所以变成说呢，你可以去举报这件事情。我觉得起码问，不管你愿不愿意去报警，要不要举报这件事情，问一个清楚，然后再去做最好的决定，还是以那个孩子最重要的利益，就是以他最好的利益为出发点。明白。那最后还想问问您，就是有没有一些社会上的一些机构可以提供给我们？这个有，在小朋友那方面呢，小朋友5岁到25岁这个年龄阶段不管在任何时候任何理由，你都可以打18005518000，很容易记18002个51800免费电话。甚至乎如果说现在在看视频的是一个小朋友，就18岁以下的小朋友，你绝对可以打，问清楚。家长也可以打这个，他们会转介你给那个家长的那个服务热线。这个 Kids Helpline 呢，虽然是专门给小朋友去做的，可是它有一个就是另外父母的热线，然后他会转介去到那边，让你去跟那边的人，这些接电话的人呢，全部都受过专业训练的，所以我觉得是蛮好的。好的，那如果说语言不通不用担心，绝对 OK。131-450。好的，那如果说我们的朋友们有这个语言方面的担心，可以先拨打刚才王警官说的是131-450，电话接通以后说 Mandarin 普通话，
Cantonese 广东话，或者直接说 Chinese 中文。对，这样就会有一个中文工作人员帮助您去转接这个号码了。对对，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新州 Open 警局的多元文化联络官王淑芳王警官做客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又进一步去探讨了孩子这方面被性侵的这样一个话题。是。那父母朋友这边应该做什么？非常感谢您。好，那我们下期再见，希望你们点赞。好的，那如果朋友们觉得我们今天的视频呢有帮助到你，也欢迎您给我们点赞、订阅加开启小铃铛。同时呢，如果您有什么相关的问题或者是感兴趣的话题，想要更多了解，也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来一起去关注你的问题。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啦。好，那我们就在下期的节目当中再见吧。好，拜拜。